大家好，在152的影片单元中 Miko 跟大家分享了甘特图的做法之后呢，陆续收到很多同学对于甘特图想要以周为单位，因为有时候专案如果太长的话呢，以天为单位确实会拉得非常的长，所以呢 Miko 最近找时间做了一个改版。那改版的时候呢，遇到了一个百分比无法精准对齐的问题哦。因为呢，我们的开始日期跟结束日期呢是以天为单位，可是呢，在甘特图上面的刻度呢却是以周为单位。那如果我们的专案日期呢落在3个周之间的话呢，在完成百分比刚好在50% 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呢精准画在3个储存格的正中央的位置。所以呢 Miko 呢就找 Leo 讨论。那 Leo 他建议 Miko 呢还是把这个刻度呢恢复到以天为单位，但是在显示的时候呢，可以以周的方式来显示。那这样的操作呢，就很顺利的解决 Miko 的困扰。另外，Leo 呢也提供了一个建议哦，他建议 Miko 在设计的时候呢，可以依任务或者是任务指派的对象呢，去进行筛选的设定。所以在跟 Leo 讨论之后呢，就有了今天的版本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改版的3个重点哦。第一个重点呢是以周为单位，所以当我们在跳转周别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目前的显示方式呢，确实是以周的方式来呈现。那第二个改版的重点呢，是同学提到，如果跨年度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周的显示上面可能会有问题。好，那这一次的改版，老师也顺便把这个问题给排除了。所以呢，我再把这个周别呢跳转回来第1周，然后我们把日期呢改成12月底试试看。当我把日期呢设定在年底的时候呢，已经有跨到下一个年度的问题。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呢，在下一个年度这个地方，它的周的这个显示方式呢就可以延续。也就是说呢，在明年度的1月2号开始呢，那其实呢它的周别是延续我们专案里面的周别的第3周。好，那第3个改版重点就是呢，我们可以依照这个任务进行筛选。在主任务这个地方，我们有2项的任务，一个是数据分析，然后一个是视觉报表。如果今天我只想看数据分析的任务，那我只要点数据分析的筛选按钮，就可以只显示数据分析的任务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点按清除。如果今天我只想看 Leo 的任务的话呢，我只要点按任务指派 Leo 的姓名，就可以只显示 Leo 的任务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影片分享咯。同学可以先打开你跟着152影片所完成的这一份甘特图哦，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改造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从 N 栏开始处理哦。N 栏选取起来之后呢，Ctrl+Shift 方向键向右，然后右键删除。我们先把不需要的资料先删除掉。我们选取这些日期的部分哦，G6 到 M6 的范围，Ctrl+E 打开储存格格式的视窗。这里呢，我们改成有月份，然后有日期，就是 M， 然后斜线 D。好了之后呢，点按确定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有月份，有日期。好，在 G5 的储存格，我们只要显示周的第1天就好了，所以我们等于，然后周的第1天的日期就可以。好 ，Enter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一样只要给它月份跟日期就好。年度如果再放上来，感觉格子就会比较大一点点哦，所以 Ctrl+E。好，储存格格式视窗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再到制定。好，然后我们只留下 M， 然后斜线 D。好了之后点按确定。再来上方储存格呢，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年度哦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范例。在上面，如果我们的专案日期呢有超过1年度的，我们的日期只有月跟日，其实看不太出来年度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在每个月的7号以前呢，可以在上方显示这个年度的部分。也就是说呢，每个月的月初上面呢，就要显示年度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来呢，我们在上方储存格这个地方呢，输入等于 DAY， 然后左括号。对的函数就可以抓出我们指定的日期。储存格呢，它的天呢，它是哪一个月份的哪一天那个天 OK 好，那括号之后呢，我们要抓的是礼拜1的日期哦，就 G6 这个位置，然后右括号 Enter。好，我们可以知道呢，它带出来的是22号。那我现在希望的是它在每个月的第1周，也就是呢，不要每一天都去显示年度，而是在每个月的第1周告诉我它的年度是哪一个年度。那所以呢，第1周是不是就是1号到7号之间？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就让它是小于7。
好，那如果小于7，我们想要呈现什么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在前面就来一个 if 做判断。好，if 我们打开 f(x)，好，然后点在 if 的位置。如果呢条件是成立的，也就是呢，我们把 G6 储存格的天数抓出来之后呢，小于7的话呢，我就希望它可以呈现出年度出来。所以呢，year Y-E-A-R，然后左括号，我们要抓出呢星期一的这一天的年度出来。如果不是小于7的话呢，我们就呈现空字串两撇两撇。好，然后按下确定。OK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格呢，它的8月22号没有小于7，所以它的年度就没有呈现出来。好，那没有关系，等一下我们把资料往右复制的时候呢，在月初的部分它就会显示了。那再来呢，我们把 G7 到 M7 的范围选取起来之后呢，到常用，然后让它合并。那选按跨栏置中，把它合并之后呢，我们要呈现的是这7天是属于专案的第几周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就用到这两个储存格哦。那这两个储存格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？这一格呢是拿我们的专案起始日期呢，去取出它是在这一年里面的第几周。那右边这个是为了做跨年度使用的哦。那老师这边呢，再重新讲解一次这个格子的算法。这里我们要算出呢，这一个专案起始日期呢是在今年度的第几周，所以等于 WEEKNUM。好，然后左括号，我们选按 B3 的储存格，逗点格开之后呢，你的一周的第一天是星期几？同学，如果一周的第一天是星期日的话，你这边的参数就要打1。那如果你一周的起始日是星期一的话，我们就要输入2。好了之后右括号，然后 Enter。这个时候，它帮我们带出呢，8月25号是在2022年度里面的第35周。好，那我们在后面呢，必须要减掉53。为什么要减53呢？因为一个年度总共有53周。好，那 Enter 之后呢，出现井字号没有关系，Ctrl+1，我们把储存格格式打开之后呢，使用通用格式。好，然后确定完成之后出现这个-18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我们先来把这个日期专案的起始日期呢改成12月25号试试看。好，现在呢我们的专案日期是12月25号。好，我把这个公式呢再往右边带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宽度呢稍微调宽一点点。我们把上面12月19号的这一格的公式呢再往右边带2格。OK，好，然后下方我们先来做这个年度的周别的计算。好，我们要使用的函数呢是等于 WEEKNUM 左括号，然后上方的这一个储存格逗点格开呢，我们的周的第一天是星期一，所以输入2。好，右括号之后我们可以带出12月19号呢是这一年度的第52周，可是它是我们专案的第一周，所以我们在后面呢必须去减掉 D3 我们准备好的这个储存格，再把 D3 F4 锁住，打勾之后呢，把公式往右边带。好，Ctrl+1，格式的部分我们使用通用格式就好了。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专案的第一周、第二周，可是呢，如果我们再把公式往右边带，到第3周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状况，它就会出现-49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还是去减掉 D3 的这个位置。好，所以这一格我们不希望它去减掉 D3。我们希望呢，它去减掉1、3的这一个位置。好，F4 锁住，好，完成输入。好，那我们一样 Ctrl+1，然后格式的部分使用通用格式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去衔接上面我们的专案的周别。这是我们专案的第一周，专案的第二周。跨年度的时候，希望它还能够接续专案的第3周，所以我们的1、3储存格就是让我们在跨年度的时候呢，周别的部分就要去减掉1、3储存格的这个数字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我们要修正公式哦，我们不能够用眼睛去做判断。好，我们回到 G7 储存格，然后把上面的公式呢 Ctrl+X 剪下来，我们下一个 if 来做判断哦。好，然后把 f(x) 打开来。
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条件是我们的专案日期，我们就用上面这个 G5的储存格来判断，这个 G5的这个日期的年度有没有等于我们专案的年度？如果等于的话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 G5这一格的周别拿出来之后呢，去减掉 D3储存格的这个数字。那如果呢不等于的话，就代表跨年度。那跨年度的话，我们就要抓出 G5储存格的周别之后呢，去减掉13这一个数字。好，那我们来判断看看，我们在条件这个地方输入 year。好，我们的 G5的这个储存格的年度抓出来之后呢，如果等于 year，好，一样取出年度的部分，我们的 B3这个储存格专案的起始日期的年度。好，那 B3这个储存格它是我们的每一格都要计算的这个位置，所以要 F4 锁住绝对值。如果等于的话呢，好，所以我们就要取出 G5的周别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输入 WEEKNUM，好，然后左括号。我们拿 G5的这个周别，它的周的起始日是星期一，所以我们要输入2，右括号之后呢，去减掉我们所准备第3这一格的数字，好，那 F4 锁住。好了之后，我们把条件成立的这个公式呢，Ctrl+C 复制。那如果条件不成立的话呢，两个年度是不一样的，代表就跨年度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贴上公式之后呢，后面的部分我们拿来减13储存格的位置，好，一样按 F4 锁住哦。好，然后确定。OK，我们算出1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公式往右边带。好，已经出现2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往右边带。好，出现3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专案在跳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呢，这个专案的周别才能够延续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再针对这个储存格的部分呢，Ctrl+1进来之后，我们到制定。我希望呢，它可以在这个1的前面可以出现地跟周的这个文字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先找到这个0。那这个0呢，它主要是让我们放数值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在前面呢可以输入一个地，后面可以输入一个周。同学记得哦，这不是第0周的意思哦，这个0是格式里面让我们放数值的地方，所以你要放数值在里面，你就要输入一个0。好，然后好了之后按下确定。OK，那我们再把这个周边往右拉拉看，好，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再来我们选取居栏，然后 Ctrl+Shift 方向键向右，好，所以右键，然后栏宽，好，我们输入0.6的栏宽，然后按下确定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复制哦，所以我们在1512针对日期的部分呢，在 G6 储存格这个计算式呢，是可以让我们利用这个卷轴去跳周次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同学不能够直接把它往右拉哦，不能够拉 G6这一个的位置的公式，我们必须用 H6这个位置哦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就是把这个公式呢往右先复制1周。好，复制1周之后呢，下面这个格式也是一样，往右边带1周。好，然后上面这个年度的部分也是要记得把它往右复制1周。好，那我们利用第2周在进行复制的时候呢，同学可能会遇到这个储存格合并的问题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就先把第3周的部分先删除掉，右键然后删除。好，让我们再重新复制一次。好，同学可以看老师选取的范围，我们要从这个年度的部分开始复制，然后利用右下角这个拖曳空点往右拉。同学，你看你需要几周，你就往右拉几周。OK，好，那好了之后，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周次有没有问题哦。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问题。那我们日期呢，再把它调整回来，8月的25号试试看。好，我们回来之后可以看到这个周次一样哦，没有问题。布置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看到11月7号的上方并没有出现年度，那这边老师再修正一下。我们这个地方呢，让它小于等于7，我们要包含7号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周一共有7天哦。好，所以 Enter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再把公式往右边带。好，这样子11月7号的这个2022的年度就会出来了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回到范例，范例这里呢，我先清除筛选。好，我们选取任务指派跟开始日期还有结束日期的这些资料，选取之后复制它，然后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再到 B8的位置，好，然后我们贴上值。好，贴上来之后，我想把这些格式呢稍微做一点变化，所以我先从 G8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往右边选，选到我们复制资料的最后一格。好，那我们到常用标签，然后条件式格式设定进来，管理规则，
针对任务日期的格式呢，我想做一些改变了，所以我们在第3个这个格式化条件这边点2下，我想把这个蓝色的格式改掉。我们进来格式之后呢，填满，我希望它可以填满一个这个绿色的颜色，好，然后确定，好，然后再确定。那再来呢，今天日期的部分，我希望它可以呈现的是一条线就好了，因为我们的格子很细哦，那么细的话，呈现2条线就有点奇怪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第2个格式这个地方点2下，好，格式进来之后呢，针对外框哦，那外框进来之后，右边线我不要了，那左边我希望它可以呈现一条红色的虚线，好，所以我点了这个虚线之后呢，在左框线上面点一下，好，然后确定，好，然后再确定。再来我们的完成百分比的格式呢，是上面这一个有斜线的这个格式，点2下进来之后呢，格式按钮再点进来，然后我们针对填满，在图样色彩这个地方，我希望它可以放一个淡淡的绿色。OK，好，然后确定，然后再确定，再确定。好，所以我这样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修改，可以让颜色不要那么重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专案开始日期就不能是25号了，我把它改成5号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开始日期是8月5号，然后结束日期是8月15号，完成百分比50%，所以它在画这个颜色的部分就画在差不多中间的位置。好，那如果完成百分比是完成30%或者100%，这样的颜色在呈现上面就会比较精准一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回到范例上面，我们想要再增加一个可以依照任务去进行筛选的这个设定哦，所以我们必须再到 A 栏呢新增一个主任务的栏位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到我们修改中的甘特图。好，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在 A 栏上面按右键，然后插入。好，我们宽度给它稍微宽一点点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给它一个主任务。好，然后我先把 B 栏的格式呢拷贝下来，常用标签复制格式。好，那我们给 A7，然后到 A18的位置。好，第一个任务呢，主项目这个地方，好，我们来输入一个数据分析。好，输入完成之后呢，Ctrl Enter，然后下面 A13到 A18的范围呢，我们输入视觉报表。OK，一样 Ctrl Enter。好，那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想要做出交叉分析筛选器的话呢，就必须把资料的范围建立为表格。那建立为表格的范围呢，我们就从 A7选到 C18的位置。按下键盘的 Ctrl T， 好，然后我们现在的表格是有标题的，所以呢，我的表格有标题就要打勾，然后确定。好，确定之后呢，我们再到上方的表格设计进来之后呢，在表格样式这个地方，我们选择第一个，完全不要有任何的格式。好，那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针对第一列的部分呢，按右键，然后插入。我们多一点空间来放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。好，我们游标呢再点回来表格资料上面，然后再到表格设计，找到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。好，然后我们想要的是针对主任务还有任务指派这2个栏位去进行筛选。好，然后呢再按一下确定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来调整一下我们的交叉分析筛选器的呈现方式了。好，我们先把它调整到我们想要的位置上。好，那我们再点按交叉分析筛选器的标签，栏数的部分输入2，然后上面的颜色同学可以自己配色，配你喜欢的颜色。好，然后左边这个也是一样，点它一下，然后交叉分析筛选器栏数是2，然后颜色的部分 OK。好，那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稍微做一点微调，这个地方针对C4的储存格颜色的部分，我想改一下。好，然后下面这里跳转周别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哦。好，然后这2个辅助栏位呢，我们就给它白色的颜色，就是不需要看到，但是要小心，尽量不要被动到。好，然后再针对我们的年度的部分这个地方选取起来，好，然后我们再到常用标签，给它一个上框线。那再来，我们再把第7列的部分呢隐藏起来。好，针对我们的卷轴的部分呢，我们按右键哦，然后把它调到我们刚刚所设定的这个周别的地方，避免大家去按到。OK，好，好，最后我想再做一件事情哦，就是针对我们月份的部分呢，只要跳跃，我就希望它可以跳个颜色。
我们再把我们周的日期选取起来。好，我们再到常用标签，然后条件式格式设定进来，管理规则。好，我们再新增一个规则，然后使用公式。这个公式我们要输入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求余数，等于 MOD， 然后左括号。我们的被除数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这个日期的月份，把它抓出来。MONTH， 好，我们把上面这个日期的月份呢抓出来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只要锁列就好咯。F4一次。好，这个前字号锁在6上面了，因为我们这一列的资料都要判断。好，抓出来之后，我们会取出8，这个8就是我们的被除数，逗点隔开除数是2。好，所以8去除以2，然后右括号求余数，如果等于1的话，那等于1代表它就是奇数的月份。好，那如果等于0的话，就是偶数的月份。那其实我们只要判断一个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判断的是奇数的月份。好，如果是奇数的月份的话呢，格式进来，那我们就给它一个淡淡的颜色。OK， 好，然后确定，然后再确定。再确定，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到呢不同月份，然后有不同颜色的呈现。好，所以同学如果想要再往右边多拉几周也可以哦，可以往右拉，然后再试试看。好，所以到下一个月份就会跳不同的颜色了。OK， 好，然后最后完成百分比这个地方呢，颜色的部分老师还是想再改一下。那我们一样到常用标签，然后条件式格式设定管理规则。好，进来之后我们针对资料横条的部分，点按2下进来之后呢，再针对颜色的部分，然后改一个我们想要的颜色。好，好了之后呢，确定，然后再确定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设定了，我们来操作看看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跳转哈，所以这边我们的专案如果跳到第2周、第3周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周次的部分都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第1周。好，再来我们的专案日期呢，如果到了2023年的1月5号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周别的部分一样是没有问题的，这里都可以衔接。那如果是跨年度的话呢，2022年的12月22号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别它还是可以跨年度做衔接。好，我们再把专案日期呢回到8月5号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地方如果完成80%的话，这个颜色的部分呢就是比较精准的填入了。再来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筛选的功能。当我点按数据分析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项目只会呈现数据分析的部分。那视觉报表就是视觉报表。我如果想要看到视觉报表只有 Leo 负责的部分，我就只要再点按 Leo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可以进行这个任务的筛选。当你的任务太过于冗长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呢只看你想要看的任务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如果想要清除筛选的话呢，只要点按上方这个叉叉就可以咯。好，那最后上方这个栏名列号，同学如果暂时不需要用到的话呢，也可以到检视标签底下，然后把标题给收起来。收起来，我们的画面就会稍微干净一点点，你就会看不到栏名列号。好，那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在编辑上面你还是需要栏名列号的话，你就再把它显示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希望同学看完影片之后呢，都可以完成今天的甘特图的改版。好，那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